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一段插播，因为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个地方没有交代清楚，所以我需要录一段说明，让大家清楚我们今天去的地方是哪儿。首先，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会看到一块工地，这个工地就在这个地方。去完了这个工地之后，要探访的是这片区域，所以这一块需要跟大家交代一下。现在我看的是谷歌地球，我发现它有一些错误，也顺道跟大家指出来。伊斯兰经学院呢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这边有一个回民医院，其实回民医院我不太清楚它具体的位置在哪里。然后法源寺实际上应该在这个地方，看见这个比较大的古代的建筑了吧？大概就是法源寺的位置。就先说这么多，我们接下来看正式的节目，谢谢大家。嘿，你来啦！这里是溜达学。清晨的城市在钢筋与砖墙之间呼吸，在这片施工的围挡之外，伫立着一间老屋。两扇老门上的8个字依旧静静地留着：为善最乐，读书变佳。它提醒我们，在每一次更新与拆建之间，智慧与善良也许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根基。今天我们到这片崭新的网红街区溜达溜达。当仿古成为一种流行的城市语言，它究竟代表文化的延续，还是房地产营销的包装？这里是大吉巷，今年端午节前后开业的北京新晋的网红打卡地。与老城相比，这里的仿古建筑线条更整齐，颜色更统一，街区干净整洁。这些被称为复古的外观，真的能代表历史吗？许多仿古区被赋予了文化传承的名字，但其中的店面多是餐饮、零售。历史的形状被保留了，但历史的生活却被复制成一种消费体验。我们该问的或许是，仿古的目的到底是让人记起过去，还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消费一种怀旧的幻觉？真正的老城有一种不经意的秩序，砖墙的颜色因时间而沉稳，门框的边角被岁月磨亮，木廊的刻痕，老窗房檐的雕花，这些不是装饰，而是生活留下的语言。
曾经街巷的拐角，有人卖早点，也有人修锁。午后的阳光打在旧屋的檐下，孩子在地上画线跳格子，老人搬个凳子闲聊。在这里，空间不仅是居所，更是社群的延伸，是共同生活的节奏。真正的公共性不是用大广场堆出来的，而是每一扇可以敞开的门，每一个可以坐下来的角落。街区的西北侧是一片历史的重心，被称为文保区。这里曾经是居民最密集的地段，几条胡同交错。康有为的故居、每周评论的旧址、便宜坊的老店以及米市胡同的几处老宅都藏在这一带。康有为故居修旧如旧，青瓦、灰砖重新上色打磨，墙面保留着旧的外观，却失去了时间的质感。每周评论的旧址前立着一块铜制的名牌，游客们会在门口拍照打卡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并不知道李大钊曾在这里写下过怎样的文字，也不清楚这栋小楼曾经被查封。如果不是如今的再开发，已经被遗忘了。被一同遗忘的，也许还有他主张公理、反对强权的宗旨。如今资本把文保唤醒，被称为文保加商业，这组并列词听起来既稳妥又高效。它让记忆具备了经济学含义，而那些曾经居住在这片街区的老居民，他们的故事不在这里。如今大吉巷所处的这片商业区，整体规划拥有36万平方米的复合空间，其中包括商业、办公、公园和文创展览等。街区中有一个城市会客厅，这里会定期举行活动，有喷泉、艺术装置，还有笑眯眯的大吉猫。游客喜欢在这里拍照打卡。这些看似随意的生活场景，其实被严密设计过。规划团队希望为访客创造充满惊喜与愉悦的探索体验。设计的曲线、灯光与材质都服务于一种空间情绪的控制。这不是自然生成的生活，而是一种被规划的生活感。城市更新的语言从保护建筑逐渐转向了激活消费。仿古区的热闹常常只是表面的，节假日人流涌动，但平日里冷清无人。大量重复的餐饮品牌与文创店让空间失去了原本的独特气质。有城市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符号化经济，以文化为名，卖的是消费体验。
大吉巷作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的标志性更新项目，其商业化成分非常明显，商业空间、手电经济、网红拍照打卡的场景，这都让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成为商业卖点。而在当下的房地产行业整体低迷的大背景下，在政策和现实的双重挤压下，开发商需要现金流，城市需要投资增长，于是仿古街区、手电经济、夜间消费成为一种看似稳妥的折中表达，既能提升区域人气，又能让项目具备运营想象力。只是当更新只是换一套仿古的模板，那这里终将只是一个主题公园，外观华丽，内在却是淡漠的。我们开篇在那2扇老门上看到的“为善最乐，读书变家”这8个字，提醒着我们过去的人们是如何表达朴实的善良和智慧的，也应该成为人们对城市更新的期待。善意、智慧、记忆、参与，这些才是这座城市真正值得珍藏的部分。城市更新在时间的表层上留下精致的痕迹，却很难再找到那些模糊的印记和美好。但是也正因如此，那些过去的回忆才如此鲜活。